一位朋友说他很喜欢我的画作，另一位朋友赞扬我的钢琴编曲和表演非常精彩。他们告诉我是一个有才华的艺术家，我在这些事情上很有天赋，这让我非常高兴。我觉得我艺术家这个身份被大家接受了，我感到肯定。我感觉这样的我变得很有价值。我把所有的东西都附加在我自己身上，作为我身份的一部分。我把我的价值建立在这些东西上，所以我像一个气球一样，越长越大。但有另一个人，他在艺术创作上比我更有才华。还有这一个人，他的钢琴技巧比我强得多。与他们相比，我显得很小，很不重要。我做的还不够好。我不是一个好画家，也不是一个好钢琴家。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冒牌货，我没有了价值。如果我永远无法超越他们，怎么办？如果我永远不够好，怎么办？我试着去抓着越来越多的东西贴在我自己身上，让自己感觉更大、更稳固。但这是一个无休止的循环，总有更大、更好的人。在每次达到一个新成就的时候，我感觉到的不是满足，而是发现通往真正的满足的门变得更窄。我越试着把东西加到我的身份上，就越难从那扇门中通过。直到有一天我崩溃了，那时我想起了耶稣的话：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吃日得草吃。在我这幅画中，有一棵巨大的树，通过一扇开着的门茁壮成长，代表着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中所说的丰盛的生命。这棵树能长大，不是因为他所做的事，而是因为他通过这扇门在肥沃的土里种下。救赎和价值不是来自我们个人的成就和他人的认可，救恩是神赐下的礼物，是因耶稣本身以及他这扇门为我们所做的事而赐下的礼物。通过进入他这扇门，我们就可以得救，并找到真正的安稳和安慰，这是世界无法给我们的丰盛。每次我试着通过获得某些东西来感觉良好，我就在自己身上附加了多一样东西，使通过这扇门变得更加困难。我虽然可以通过这门，但这非常累人，是完全没有必要的。当我的画被更多人喜欢时，我有时会觉得自己变得更有价值。从这个世界的角度看，也许我确实变得更有价值，但这是危险的，因为我永远不会足够好，因为总会有人比我更好，比我更受欢迎，比我更受赞扬。这样我的价值就不是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上。如果我们能放下自己附加在身上的东西，并进入这扇门，我们就可以得生命，并且得了更丰盛。如果将我们的价值基于耶稣基督，我们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进去这门。在神的眼中，人的称赞和接受不会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合格、更可爱的人。
你给自己附加了什么来提升自己的价值感？如果我们根据神而非人的看法来决定我们的价值，会有什么变化呢？